哇！天哪！虽然今天天气很好，可是有那種很干燥的感觉。有一大段时间没下雨。我们在现在这个地方叫永和山水庫，看看你的背后。啊！永和山水像只剩下山了耶，而且。我們看這個水庫裡面還有一根枯樹，是怎麼回事啊？這叫山水庫嗎？台中中部這邊確實已經好一陣子沒有下雨了。你看那石頭都好乾哦。對啊，可以很清楚看到那個線啊。對，那個綠色的線跟下面的石頭，所以降了超多的耶，一半以上有了。我們現在的水大概只剩下40%而已。來到這邊感受到這種氛圍，你看那個水線，那個所有的土都是裂開的，乾裂。是因為今年的雨量下比較少。可以這樣說，而且現在其實氣候的變遷，常常有時候就是沒有雨，不然一下雨就是這種超級豪大雨，致災性的。對，缺水的時候，這個水庫它會露出一些特殊的景色。聽說還有希臘神殿狀的那種柱子。哦啊？對，跟以前蓋在這裡的那個村落。太誇張了。對，他說也就是只有這個時期，就是比較缺水的乾旱期，它才會顯露出來。缺水限定哦。好像亞特蘭提斯。對，就水底下的一個城市或世界會跑出來嗎？有。苗栗這邊一直以來都是很多珍貴的原生魚種的原鄉，100萬年來在這邊獨立演化的原生物種。對，你看水變成這樣子。所以，我們這一次來也順便除了關心我們這個整個水情、水庫的狀態以外，也關心我們這個原生魚類的狀態。他們在沒有水的時候怎麼辦？會不會不見？蜥蜴嗎？石龍子嗎？快點，在哪？在岩壁下面。好，你去看。找找看，它露了哪裡啦？哪裡啦？沒看到啊？有啦，很明顯啦。沒有啊？是只有蜘蛛人看到。有啦。我看到，我跟你講，來，快點。那邊有一隻在曬太陽的蜥蜴，這邊。在哪裡？在那個頭那一根下來。綠色植栽那麼一個頭，在那左右動，在葉子上，小聲，不要嚇到它。有點透明哎。它其實那個身上是因為咖啡色在現在的光線下面，跟旁邊的落葉、綠葉反光，所有的東西就會讓大家誤以為它只是環境的一部分。但是我剛才是看到它的頭跟葉子在動的樣子。對。它在曬太陽。好大隻哦！好大，是石龍子嗎？對，石龍子。這石龍子比我平常看到石龍子還要大得更多。可是我跟你講，它這一隻還不是肥，因為其實現在天氣剛開始轉暖，它還沒開始吃很多。如果吃很多的話，它會變成一個肚子這麼大的樣子，好像凸起來。啊，對。我們常常會看到的是什麼多線真人蜥那些外來種，在這邊看到原生物種，我覺得還蠻開心的。哇，這邊不錯吧？這個莊園，這莊園厲害，這個落羽松哎，對，還有落羽松哦。我們是要去看開心農場嗎？不是，其實今天要帶大家來拜訪我的一個前輩。對，我一個很要好的前輩，廚師，莊園師廚。他是師廚，沒有私房料理。對，這裡有他秋樓材的傳承，然後功力也是相當的深厚。是，但我們今天呢，最主要的目的呢，是來看魚，因為我們剛剛說的水減少了，其實我們的魚競爭相當的激烈，原生的魚種，對。可是因為像魚虎啊，或者是各式各樣外來魚種的入侵，所以會導致我們原生魚的數量跟生存環境，然後加上你說像現在乾旱的話，哇。那競爭之激烈啊！我這位前輩，他就是在做魚類相關的一些議題啊，並且也很積極的參與保育。哇，那這個前輩很偉大哎。對，不像你都是在處理魚。也不是，Hello， 你好。好多魚缸的樣子哦。那是花盆吧？那是花盆。可以來看，裡面有養魚啊。阿德斯，我跟他們說你是廚師，但是你對保育魚很有心得，他們不相信，他們說
對，好多魚哦，有魚。來看看啊，這蓋斑，蓋斑，哎，台灣原生的有。對啊，這個它很可愛，很可愛，會跟你互動哦。哎，真的哎，蓋斑，好像你養的都寵物哦。我跟你講，這個厲害了，蓋斑是台灣的原生魚，但是現在你看到的蓋斑，外面有的不是真的台灣蓋斑。他們是國外引進的，叫彩兔。台灣的原生蓋斑顏色是深的，不是彩色的，不是那種很亮的。台灣鬥魚，就是鬥魚啊！哦，蓋斑就是鬥魚。台灣原生的蓋斑鬥魚啊，尾巴好像那個燕尾哦。哎，蓋斑在早年台灣還農業社會的時候，很多溝渠是看得到的。哦，真的。可是後來因為用了農藥，再加上環境土地開發，蓋斑原生的幾乎看不到哦，沒有特別保種是看不到的哦。最主要是好嗨哦！最主要是那個除草劑啊，對，除草劑。田埂那邊都除草劑。我不敢相信以前台灣竟然會有這麼漂亮。有，真的。如果你在家養蓋斑鬥魚，不是像我們師傅這麼大一鍋的話，你一定要加蓋。不要用鍋。對啊，你怪怪的。這麼大一尺，這麼大一尺，不然的話蓋斑鬥魚是跳出來的。可是跳出來，你看它不動了，大概10分鐘到半個鐘頭左右，它就算乾掉，你再把它丢到水裡面會活過來。這麼厲害？真的，相信我。因為現在的環境就是破壞很嚴重，是，對，所以你是工業污染、河川污染，所以以前我們小時候用畚箕去撈很多，对啊，那現在就是因為找不到，釣魚也釣到比較少，所以說我覺得說自己要來復育保育了。所以我們就是有這個基地，然後就是有這個資源來保育這些。哦，這是你自己在做的，還是有人支持你啊？還是你是自發性的？我們現在這個講法叫做公民保種。哦，公民保種。就我們是一般的人嘛，我們不是科學家，但是因為透過我們對這個魚的喜好或對我們土地的認知，我們先把它留下來，等到有那麼一天真的單位要復育的時候，我才有種源。不然你從國外引進的，那都不是真的台灣的，只有這個東西才是在地的。外国公民保种。花東的是卷仔，羹啊，這上面嗎？啊，我看到了。羹啊的中文是什麼啊？卷仔，和氏奇葩，卷心餅的卷。和氏奇葩，你講和氏奇葩，這個就熟悉了。哎，對，它可以大到70-80公分，我釣過75公分，哇，不容易啊！它人工養殖有的可以到達到10斤了，那個很漂亮，對呀。哎呀，好，然後我們來看這邊，這邊也有不同種類。哇，大缸的，哇，這是什麼魚啊？水族館吧？這6尺缸吧？這台灣石滬，台灣石滬特有種石滬，還有高體龐皮，黑色尾巴的，然後那個石滬，那是石滬啊。然後另外有整隻彩虹色，那個是高體龐皮。那個這2種以前我們都統稱叫古塞基拉。第一，你再說一次，因為它太專業了。這2種。第一個叫石滬，有黑色線的是嗎？對，有沒有這個？它的肚子後面那個尾鰭也是黑的，有沒有？有黑黑紅紅的。對。第二個整隻魚彩色的，然後沒有那個線的，在那邊跑，這樣紡錘形的，那個叫高體龐皮。那這邊對，我們簡稱就七彩魚。好，七彩魚。然後還有其他的嗎？然後後面還有那個叫海蓮娜。海蓮色比較拉長的海蓮娜，然後這3個也全部都是這裡的原生魚嗎？對啊。阿德斯，像你要平常照顧這一缸，應該很辛苦吧？這麼大一缸，所以需要我們來幫忙啊。對，好，我们可以帮忙做什麼？來換水，這麼大缸要換水。對，因為它那個排泄物太多了。哦，對啊。你看這個進水的都紅吸管變好綠哦。紅吸管，你有辦法吸嗎？來用嘴巴吸，會活力比較強。這麼粗一根，來，這樣會吸到魚嗎？不會，那個有那個花籃。給阿杰一點掌聲。來，阿杰吸。好放，好放。你不是說不會吸到水，老師？吸太久了，吸到還可以解渴。有味道嗎？沒有，我喝原生魚的水沒問題。
你說前面有花籃，所以不會有瀑布。我老婆說過，然後稍微灌一句。它有一个花篮，它魚就不會吸到。我們已經在那個在水下，我们在水下了啦。对，你去想，我们就走在这邊，那個水減少那麼多，我們要潛水。對啊。然後你可以看那邊是我們的電箱，所以你們在摸這個欄杆的時候要小心，有時候會被電到。靜電還是真電？靜電。現在那個應該要是平台的部分，然後它水滿的時候，它就會平回去。它現在怎麼變掛在那邊了？對，它現在是因為水下降，所以它就掛在這個位置。你去看哦，如果那時候水還沒減到這麼多的時候，你看那個水域有多大，那個裡面的魚有多開心啊！對啊。上個月我才來玩，然後上個月的水我已經覺得怎麼樣，有點少了。那你上個月水位大概在哪裡啊？我上個月的水位可能比現在還要再高個大概約，但那顆石頭約1公尺左右一點點。所以一個月就可以這樣子咻？對，因為基本上現在目前這個水位是1個月之內降到這個位置的，然後下個月可能會再更低。你去看這整個壩體，它是這樣子的。所以你越往下，它的水降得越快呢。它水都跑去哪裡了？哦，因為現在是灌溉期間，所以就是每一天的水量其實是蠻明顯的一直在下降，入不敷出。對，你們應該都比較沒有感覺。如果是住中部的，我們真的對於缺水來說很有，因為中部3不5時就限。是哦，對，然後分區供水做這樣子的很長。現在水田就是灌滿了，而且秧苗已經插下去了。所以現在是一個蓄水期啊，所以水庫的水要一直灌溉出去。天哪，這是你確定這是水庫嗎？對，沙漠。對，這沙洲吧。你們現在看到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海棠島，然後理論上船應該是可以直接在這邊登島的，但是現在問題完全船是進不來的。對，這邊登島的意思是本來到這麼高？對，本來到這麼高。那個碼頭已經在地下室了。是。哇，這不地下5樓？對，好低哦，我剛剛沒看到它。對，太低了。哇塞！你看它那個水下去的那地方全部長滿那個青菜，差點講青菜，長滿草了，代表很久沒有水了。其實是這個月才沒辦法到這邊的，所以它的水位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。其實平常時我們常常能聽到很多哪邊缺水。其實我們就是看到畫面跟聽到，但是你站在這邊才能真的意識到水是連船都沒辦法走哎。對，才能感受那個真的缺水的危害。而且你想一下，那個我們的水體限縮到這麼嚴重，那原本在這個原生魚類，它們活動的生活空間就變更小了。對啊，他們去拿那些魚嘞？你仔細看，有沒有看到水面上？那其實是有魚在活動的，有水波紋。對，然後它們繁殖的時候就會變成一圈。所以這邊就是水體還夠的時候，其實下面這邊就是它們繁殖場。哦。哎，我看那些白鷺是吃得很開心。對，沒錯，飛來飛去，輕而易舉就吃到魚。那現在看到這邊的水體，我終於能理解為什麼水沒了，他們什麼食物都是滿滿的就在眼前啊，解凍啊。哎，這樣魚類完全沒有藏身之地耶。對，節約用水對我們來講真的蠻重要的。其實你看，台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，我們小小一個島，200多座的3000公尺的高山嘛，落差很大。然後台灣下雨的時間又密集在雨季這個時間點，所以平常時我們就要養成節約用水的習慣。對，不然你看像現在，萬一連灌溉都沒水，那農民的生活怎麼辦？我們一般的民生該怎麼辦？我覺得那是我們可以考量的。對啊，就是隨手做起啦，就是水資源我們可以一直重複利用。是，對不對？對，像洗菜的、洗魚的就少洗一點。對。
以後我懂，洗澡也不洗洗澡也不要洗，以后煮给他吃的我都不洗，这样就不行，这样不行。All guns away, all guns away. Surrender, surrender. 不错吧？这里的环境，这边是市区啊，超清幽的。这里呢其實也是蠻常過來的一個觀光的重鎮，所以我每次來，我通常都吃我們正後方這一間。吃正後方這一間。對對對，裡面隱藏的是那種秋樓大菜。老闆他是客家人，所以他這個裡面呢，他會有一些不同的客家料理，是，然後在地的一些水庫名產，跟他自己私房的。我有看到香酥肥鴨哎，啊，懂吃，对。哎，客家人做的菜真的都好入味，好好吃。那個飯都會停不下來，而且再透露一個小秘密，這個香酥肥鴨呢，通常都要先訂之外，我平常來也很少吃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吃不完。吃不完，我讓你們去看看，這個很厲害，真的很厲害。今天剛好有我們在，真的，對，有你們在，我來幫你們吃。姐姐，哎，就是這個，我給你了。來，你們看，哦，這是鴨。哎，人家都是瑪莎雞，是瑪莎鴨，哎。對啊，瑪莎鴨。沒看過這麼大隻。對啊，這就是這邊的正店的秋樓菜。哎，可是為什麼肥鴨要這樣壓？會瘦嗎？不是瘦來，它的肉質比較好吃。因為一般來講啊，鴨肉如果沒有經過長時間的烹煮，它的肉是比較柴的。但我覺得老闆娘這招厲害，先幫它按摩，壓鬆了。鬆了，你看那骨頭會，你看扁扁的啦。會彈呢。對啊，你看 Q 的彈。主要要按它哪個部位啊？每個都要按到來啊。全身都要按到。對啊，我買在起塊買嘛。來啊，來。這道菜是我一定要專程打電話來預定才有的哦，很有彈性哎。哦，對啊，彈性你看就是這樣按摩。然後老闆娘還把它翻過來。難怪他這頭沒有折來折去這樣子，我給凹的。你頸部也幫它放鬆一下。有，頸部放鬆有。有。側面。哎，那個手勁好像有哎。有啦。老闆娘，這個按完之後還有什麼特殊的步驟讓它變超好吃？我跟你講，現在我們就要處理它的那個毛啊那些嘛，要夾好來弄好來。還有這個就比較自然，很像筋膜裡面的那個。對，那個就像我們脂肪小肉瘤啦，小肉瘤那些啦，你就要把它拿起來，因為它不好吃，影響口感，會過肥。這也是訣竅哎。哦，肥的都把它拔掉。因為你一般在做香酥鴨，其實你不會花這麼多的時間，你通常都是按完然後就全部就炸了。有都是這種熊的。對呀。所以老闆娘處理這個鴨是很細節。對呀。難怪這道菜這麼厲害。讓我偷問秘方哦，所以這道待會我們要先下去燙。對啊。燙完之後再醃它。曬要好啦，再去蒸個5個鐘頭。再蒸5個鐘頭，然後再油炸。我以為是直接炸哎，沒有，這直接炸不行啊！這是真的時間，真的我的時間會在那個蒸鴨子上會很大。好複雜哦，這是功夫菜。哎，其實元府我吃過很多次，但是我從來沒有仔細的有機會問姐姐這個獨門的秘方。今天一定是在有電視，所以她才告訴我。然後先蒸個材料，期待一下。對呀，姐姐處理這個鴨跟我們家處理那個聖誕節烤火雞的那個步驟一樣，可是你這是每天都在出哎，對呀，大的菜。所以這個量其實要拿捏，因為我們只有一隻嘛。哦。一隻當然我不能太多啊，這個太多等下會太鹹。哎，還有胡椒，嘿，好，現在米酒嘛。來，米酒。哦，那個胡椒粉。對啊，胡椒粉的辣。辣，你看有鹹無？拄好哈，好。然後呢？你給它按那裡來。好，我來，2支卡了吼。嘿，我現在就用這個塞進去。先給撩燈個多對。這樣我的基本上哈，那個不改收收，就像人家按摩一樣按摩了。好，這剩的就把它倒進去。所以它這個，所以它肚子那個鹹鹹就這個味道好。這個就是鹹鹹的這個味道，這樣。因為很簡單的調味，但是味道很香，才能讓鴨肉的香味出來。你看這個沒有鹹的話，那外面的肉就不會鹹，就不好吃。那骨頭可以去熬大白菜、蘿蔔，更好吃，那味道就不一樣。湯都甜的。骨頭它已經有入味了嘛，有鹹嘛，有蒜頭的香味在那裡。When the night gets long, the love comes on. Yeah, I don't care what's
吧？太帥了吧！我跟你講，除了這一道之外啊，我還幫各位加點了這個牛奶魚湯，湯煮到變牛奶鍋了。對，你就知道它的那個鈣質跟膠質完全的釋放。這下面魚啊，這個水庫這邊產的鯪魚啦。哦，鯪魚大頭鯪哦，大頭鯪，你看看有沒有？哇，多濃郁！來，趕快！大姐，購物街這邊也是水庫名產的泰式椒麻魚。哇，做椒麻口味，椒麻口味厲害，猪肉菜。我们就照顺序先播这个肥鸭開始嘛，來哦。這個是經過阿姐調教過的，噴汁了！哇，那個聲音，的肉哎，好脆哇！裡面都是肉汁哎，而且要做成手扒雞或手扒鴨，它裡面一定要超級 juicy。你聞那個空氣中彌漫着肉香啊！哇，果然那個按摩是有那個氛圍。我覺得可以先停了，可以先停了啦！我要夾了，不了受不了。謝謝你，立馬按摩師傅。哦，它上面那個酥的地方啊，很香，然後你可以咬到那個鴨肉本身還帶汁，然後最後尾韻是它那個醃料的那個蒜香整個都出來了。我剛剛進廚房偷看，我一直以為這樣烹調方式之後肉質會偏乾，完全不會，完全不會。我以為會有很多調料，沒有，單純的胡椒粉，很純的。單純的鹽巴跟單純的蒜，這樣子簡單的調味，讓這隻鴨最好的甜味跟肉的香味散發出來，完美。我們經過這麼長時間的處理，所以它那個鴨皮啊，完全吃起來不油，都已經變成膠質感了，一點肥肉的膩感都沒有，所以你才敢吃。就最脆的，對，好厲害哦！不小心就啃光一隻了。哇，而且也沒有油哎，它真的就是 juicy，就是多汁，完全不油。泰式椒麻魚來，來，哇，讚！阿美，哦，好緊實哦，對到那個肉的扎實感。因為有時候魚塊炸也是會乾乾的，但它這個就是很鮮嫩的魚。我們的台灣鯛真的是世界有名，在水庫這樣的水質養成的，肉質緊實鮮美，哇，完美，整隻一樣。對哦，它沒有重量感，吃起來很清爽。哦，然後再配上那個泰式口味這樣子，哦，甜甜辣辣香香，超下飯。會越吃越餓哎，怎麼會？對啊，超開胃。對。有點味。待會要喝個湯，這湯光看都覺得營養滿分啦。魚湯可以煮成這樣，真的很不可思議耶！需要花時間燉。那個肉太厚了吧？這個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。來，你看，有沒有？哇，這是戰斧牛排嗎？厚度超過了，戰斧魚排。來，大家都喝個湯。所以這個湯白白的，它完全就是從魚煮出來的。對，它其實就是要把我們鯪魚的那個魚骨的骨髓啊、魚皮啊，然後所有的膠質營養都融在裡面。你喝喝看，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，它的技法就在這裡。我這樣喝下去真的很像那種日式拉麵那種豚骨雞白湯。對，我剛剛說又濃又清爽，就是在這種魚骨白湯上面，很清爽，但是又是有味道的。是，而且它那湯你喝下去之後啊，你嘴巴還會一直有那個香氣，很像奶香的。它的鯪魚肉超嫩，我剛才吃到一塊，好嫩，一點土味都沒有，隨便夾到這麼大塊。對。我說真的，我吃魚哦，最怕吃到有土味。那淡水魚通常土味重，可是在這邊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。太軟嫩了吧？不是，嚇到我，不是嚇到這前面這3個阿伯了。這個魚跟那個豆腐一樣軟嫩哎。怎麼那麼軟綿？姐姐的技巧跟這裡的魚真的就是這樣，肉質真的很緊實，所以你看我們燉了這麼久，對不對？來哈嘎年的手藝就是這麼厲害。講句好好吃來聽聽。凍好食哦，凍好食。這好舒服哦，人間仙境。對，
對，因為我們想說這次不是要去關心水情嗎？对啊。然後想說，那我們就住在跟大自然比較靠近的地方，然後就找了这個很像山丘上面的小莊園，四眼望去全部都是樹木跟自然，被森林給環繞了的感覺。對啊，沒錯，感覺這邊水土保持很好。而且這裡啊，因為大家都很怕，就是好像你來到這邊會沒有東西吃，但它這裡全部都有，就是好吃的好住的都有。Oh my god，這種最好了，不用再思考什麼。哇，這門超大的，气派的门，还有雲朵。对啊。哎，艾美小姐，歡迎你。彭老闆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們超期待來到這裡的哎。來享受大自然，因為我們這邊就是友善土地。然後盡量保持原始的輕易的那個自然景觀，蠻明顯的這個。而且艾美剛一路上就跟我們說，這個房間有多漂亮，多漂亮，然後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星星啊什麼的。我們設計就比較像有家的感覺啦，因為我不大太想要商業化。太棒了，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房間了。還可以啊，直接看啊。走。還有木頭的香味呢。老闆，你这木頭用料很好哦。對，是用香柚木做的。香柚木哦。天啊，你看那個採光，好喜歡哦！哇，全部都是木頭，還有個小閣樓哎。對呀。老闆，這是幾人住的啊？這個我們是4人房。4人房就這麼大一間啊？剛才老闆講有家的感覺，真的。我覺得我應該先睡一覺，你們慢慢說。沒有嗎？家裡的採光有時候沒這麼好，對啊，直接落地窗哎，然後外面還有一個小陽台，可以泡茶喝咖啡。我覺得這超棒，我也可以待在這房間一整天。每一個房間有不同的特色啦，但是就盡量用原木啦、石頭啦這些自然的元素，然後能夠跟這邊的自然景觀融合在一起，讓客人來好像到好朋友家一樣。你的好朋友家也太豪華了，對啊，然後跟我們是好朋友，對不对？我們是好朋友，我們是好朋友吧？來這邊住，享受大自然，還可以泡我們溫泉。哇，這裡好安全哦！對，我們房間提供的是碳酸氫鈉鐵泉。哇，太高級了！我們這一輩子都會是好朋友。對，你來看我們的浴缸。好，艾美，你快來看，你最喜歡這個北投那種深的那種。对呀，很享受的。哎，那個浴缸很大哎。重點是 view。你剛剛說到這個重點，它就是你住在室內，可是你感覺其實更對連接在一起。這是其中一間，聽說每一間都不一樣。哦，好，別的我們再去看看。帶你們到一間是晚上星星陪伴你睡覺的地方。星空房。來。這間是我們晚上可以星星陪伴着的，就是這間哦，所以這個是電動的窗簾可以打開這樣嗎？對。哇，如果你白天想要曬日光浴也是可以耶。而且這邊晚上沒有光害，晚上星星很多。如果說可以這樣子輕輕鬆鬆的躺着，哇，而且你看被大自然擁抱的感覺。對啊，哎，這邊整個全部都是山林。該不會洗澡也可以看？也一樣，可以啊。哎，你去看看，好，在森林裡面洗澡的感覺。哇，是這種感覺啊！以這樣子的視野跟 view 來講，是我極少數遇到的，因為我只有在南島國家，你才會有這種浴室，但是是看着海的。但看山，然後看星星，這樣子邊泡湯的民宿，我第一次看到。我好像也是，好讚哦！看山景，看星星，然後泡湯吃美食。現在這個什麼時間點？下午了，對不對？3、4點了，應該。我聽說不止用餐，好像還有下午茶。有，我們下午茶主打的都是新鮮健康料理。各位，莊園甜點下午茶，好期待哦！這個點心啊，它看起來很精緻，但是每一個都是手工，然後用很好的原料去做。真的哦，我看這個粉紅色的是什麼？這個是大湖的草莓做的慕斯蛋糕。天哪！然後檸檬塔，对，檸檬是他們自己種的，也是自己種的哦，連塔皮都是自己擀，自己做，自己捏塔皮的，自己倒那個餡料。香蕉棒蛋糕這邊香蕉也是附近種的。哇，天哪！那都自己種，那我們就自己來了哈。少嘗一點呢。耶！我檸檬塔，我草莓。
好香甜的味道。哎，那个草莓有果粒，就是完全是真的是自己种，吃得到果粒的那种。哎，它真的不是果酱哎，对啊，它是那种果泥要烂的，而且它甜度跟酸度很自然。哦，超草莓的。这不要抖，这不要抖。哎，这个比化学来的香，好厲害哦！用抢的，用抢的，超好吃，是不是很幸福这邊？好好。檸檬塔本身很厲害，檸檬餡啊做的非常的絲滑，然後塔皮外層還是脆的。這個檸檬很綿，我最喜歡這種外面很脆，裡面完全相反的很柔很軟。它的酸是會那種會讓你食欲大開。對，你看我現在嘴巴裡面口水淹出來，開胃了。而且我覺得這甜點就是甜而不膩是重點。我覺得厲害的地方不止這裡，我們的職業傷害要來了，因為我像面前這兩盤，這應該是櫻桃鴨胸嘛？對。它煎的那個熟成度剛剛好，有沒有？好軟，很軟，對，但是嫩，而且皮的酥度還保留着，都很有水準，包含這個魚啊，光澤感，五仔魚，哎，他們的用料都很高級啊。這個山上怎麼弄得出這些東西？好厲害哦！好細緻啊，很細緻哦，肉質很綿，很鮮，然後又很軟嫩，哎，這個。很像在吃那個日本餐廳的料理，然後那是法餐。對，這邊厲害在哪裡？它結合了歐式庭園，還有很棒的自然風景，再加上中式山水的氛圍。對，還有日式榻榻米。對，我們來這邊一個地方，各種享受。我約了一位好大哥跟我們好好聊聊。是啊，好，哎，戰哥，歡迎你好，戰哥，戰哥好，戰哥好。我們昨天去了永和山水庫，是，然後我們大概了解了水情的狀態。今天因為我們來到石頭山，它算是水庫的上游啊，所以那邊有沒有水跟這邊有很大的關係。那這附近最懂生態的就是我們戰哥。所以今天特別請到戰哥跟我們大概來了解一下，說最近的天氣狀態跟環境的變化。這裡的生態哈，沒什麼影響，因為要雨很多。你看植物林相都蓬勃發展，可能下雨它沒有太大雨嘛，沒有很大雨，它植物沒辦法蓄水啊，對，就沒辦法引流了。但它們自己夠用。是哦，沒辦法給人類用，所以植物還能活得不錯，整片綠色的，還是多的才會流下去。等於森林就像一塊溪水海。對對對，需要引雨，多餘的才有辦法引流出去，不然就沒辦法。看水庫，您昨天去看，降到40%了。對啊，放心啦，台灣不缺水，台風快來了。真的？不過近20年天氣變化太大，石頭山100年了，從來不是崩山，最近地震多。雨水多是崩了，一崩就幾千公斤的石頭掉下來，所以我走那條路我也非常怕。天哪！對，下大雨就不要走了。我們也很想了解一下情況，戰哥可以帶我們去走走。好了解，可以。好，馬上出發。對，是新竹縣界。這是舊的望月亭。為什麼叫望月亭？這邊可以望到月亮。哦，真的嗎？對，喜歡聽喜歡，蠻有道理的。有道理。這個蓋的時候，應該這邊的森林還沒長起來吧？對。所以它可以有很好的視野。哦，是，可是望月亭做這樣是不能上去的哦。可以，有階梯的被拆掉了。哦，被拆掉了。這感覺好像有很久時間了。民國48年。代表其實從以前到現在，這裡一定是一個視野好開闊的地方。我為什麼常來石頭山？它的保育類的昆蟲太多。我們要不要來找看看？走，馬上走。好，馬上走啊！找得到嗎？可以呀。哎，老師有阿姐，我看到上面有東西在爬。我們現在不是在走那個主要的道路，我們走到一個，很像一個農舍旁邊的小路。對對，年心苑，這個叫酸糖，非常好吃，健胃的。你每個都很好吃，酸酸鹹鹹。我們客家民族100年前的蘸醬。哦，我們是打這個，整片吃又鹹又酸，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要整片吃。我試試，我試試。放心了，我都吃進去了，酸酸鹹鹹的，不酸。酸酸鹹鹹，是不是吃起來像做醬炒的？不要再把我快開胃了，沒有肉給我，不要。好酸哦！
哎，吃会開胃吧？從自古以前啊，可能這邊的原民朋友啊，跟我們的客家人，其實就會在利用山上的這些野果啊、野菜，然後來烹調蠻多料理，然後順便幫我們的料理提味。整體其實走起來還蠻舒服的，因為雲霧繚繞，所以還蠻涼的。不然，其實我們剛剛在苗栗的山下是非常非常的熱的，所以我覺得這邊也是一個蠻好的避暑之地。哦，小野果，蠻甜的。這個是九節木，我來吃吃看。哦，裡面的種子好大顆哦。野生的果實一樣，比较沒有肉哎。跟老師爬山會吃到很多東西耶。老師一直介紹我各式各樣不同的那個食材、药用植物啊，很棒很棒。对啊，我才知道哇，原來這一座山有這麼多可以吃的東西。對，我才知道以前來這邊的先民啊，還有這邊的客家族群，他們真的很厲害。來這種地方，我最喜歡看到就是這一些大自然的清道夫，但它不是昆虫哦，它是超級大只的馬鹿。这是好漂亮哦，这很像我们之前去馬來西亞看到的。對，但馬來西亞大概是這個3倍大到5倍大。哇，在這種地方很棒，就是因為低海拔的落葉腐殖質，其實就是它們的食物。落葉是給大地養分，重新回歸到這些植物體或這些動物身上。而且這隻看起來很健康的，全身都是乾淨的，沒有一點傷痕。所以阿杰他這樣有點橘黑，是這種警戒色。警戒色，其實你知道，之前我們有聊過嘛，馬鹿其實是會釋放一種東西叫什麼？氰化物。氰化物。對，會死人的。馬鹿其實是會釋放一種東西，叫什麼？氰化物。氰化物。對，會死人的。但是它的氰化物量很少，很微乎其微啊。那因為它的氰化物最主要是有很強烈的味道，讓人家覺得說它不好吃，那就是讓它的天敵聞到這個味道就覺得這個東西不好吃，不吃它。它有幾隻腳？好，來，巴力跟他講這是什麼蟲？千足蟲啊。所以你不要問我它有幾隻腳。我們簡單來講啦，就是蜈蚣的每一個體節左右各1隻腳。馬鹿每一個體節左右各2隻腳，它的腳其實是一種高科技，你看那個運算過程，履帶一樣哦。對。夏天的象徵出現了，雖然它是常見的物種。但是呢，看到它，也就是雄性大只的斯文豪氏攀蜥，好不好？好久不見了。對，好久不見了，斯文豪氏攀蜥。我們先讓人過一下。暖和了。大姐早。啊！它跳下去了。現在還看得到它嗎？它在那邊。有看到。但是我的杆子不夠長。那因為其實它們的顏色就是跟森林底層的環境很像，所以它現在躲在那邊。其實我們在觀察它，它也在觀察我們。它那個頭這樣子，其實它眼睛是往後看的，眼睛是往後看。為什麼往後看？它就是在看後面，只要有影子動一下，它馬上往下狂奔。沒看，它眼睛在看我們。你看，有沒有？它在看我們。真的耶，好可愛哦！就其實萬物都是保護自己的，所以剛才我們雖然說沒有做任何動作，我們只是走過來，但它害怕，它就先跳了。跳了以後，它就不動，因為不動，它的顏色、形狀就隱身在落葉堆中，比較不會發現。是的，非常有趣。哇，這塊岩石好壯觀哦！這個。對啊，這塊岩壁也太厲害了。老師，這塊岩石是怎麼形成的啊？對啊，以前100萬年前是在地下的。對，所以它挖一挖岩石裡面很多化石。很多化石的。以前也是在海底的。100年來都沒有崩，這20年才有崩。地震風太大了。有我看這個是不是都上面掉下來的？松大，它是砂頁岩啊，真的哎，沙子，刷，他們那個住持啊，來這邊磕阿彌陀佛這樣。是，所以老師，那代表着其實整個獅頭山就是周遭，其實從大概100多年前我們就已經有開發有利用了。對，山水寶地。到福天宮了，福天宮都有100年歷史的，他們是鑿山洞來做廟的啊！我看到董事長了，
董事長你好。哎，敲板的。董事长在敲什么？敲板有典故的，大家董事长会解释。敲板。对，特殊日子是今天有。哦，今天才有。对。我看看。敲板的意义就是說，斋食就是三餐用餐的时候，要告訴我們的所有的全山的僧眾，讓他知道就是說用餐吃飯的時候了。哦，人意了知，感覺沒有用力，但很響。三世一切佛。哦，好，那董事長可以借我試試看。好，可以看看好了，借我敲敲看。感覺很重哎。對啊，重嗎？實心的木。哇，這應該5、6公斤有。哇。人意了知。停一下。三世一切佛。看巴蒂敲得好緊張哦，我覺得他腳都快敲到。董事長敲的就很輕，但聲音很響。董事長，這個歷史大概多久啦？這塊板子我們已經100多年了，但是板子有換過了的。哦，板子敲100多年了。這個會打到穿洞吧？會啊，會。如果人一直持續的打，當然是會的。因為剛才董事長在敲的時候，我看到纖維噴出來，是真的把木頭纖維打出來。董事長，那這樣敲完就是告訴大家說，我們準備要用膳，可以使用餐了。对对，因為我聽說這邊的齋飯，它其實是相當的有名。我們來到勸化堂的食堂了，好香哦！那個師傅們都非常非常的好客，重點是菜色怎麼樣？來，我們先看一下辣菜，這個辣的啊，然後這個是青菜。哦，炒小黃瓜，卤豆乾我好喜歡哦。豆乾，員工餐，素火腿。其實這樣子的水洗餐，營養其實相當均衡，因為它的蛋白質跟菜量其實是夠的耶。而且我們剛才從山上爬完走一圈回來，補充剛剛好。對，已經餓了。姐姐，我問一下，我們平常這樣子大概每天要準備多少的水洗餐呢？平常日的話，大概都30到50之間。那假日的話，有可能會到300以上，有可能300份，至少都有200啦。因為這裡是三山國家風景區，它是一個名勝，所以很多人是來這邊爬山的。然後攜家帶眷啊，很多這樣。這個還可以保。但我一直有聽說這邊的就是齋飯超級好吃。那我們可以開始，我們也可以，我們也可以打一份嗎？可以，我們請師姐幫我們打好裝好。哦，一個人就是這樣子拿一份。你看一個餐盒剛剛好，跟你的一樣。耶 ，OK， 所以等於有飯又有湯，很棒耶！哇，好豐盛哦！我以前常跟我媽媽去我們家附近土地公，然後土地公廟也會有這樣的，大家一起用膳水洗。那個菜單都沒辦法去預定，所以吃的都不太一樣。而且我剛剛問那個姐姐，然後做齋菜其實很難因為都是素菜，然後你要變化出不同的口味啊，或者是在裡面營造出層次，其實有它的技巧在。有，而且能在這樣子風水這麼好的地方，整個是景觀餐廳的概念，哇 ，view 超好的，很幽靜。來這邊拜拜，然後禮佛的人，然後有一個很棒的機會點，可以用這麼好的齋食，早中晚都有，對不對？哦，對。然後聽說這邊是不是還有什麼住宿的？有。對啊，我覺得這樣好神奇哦，可以來這邊休息，然後來這邊。而且車子不能到達，只能走路的，所以空氣非常好。一定要虔誠的上來。而且現場很熱鬧，旁邊那些阿姨。阿姨，我好吃不？姐姐。好吃不？好吃不？讚哦，讚哦。On the edge of my seat, holding my breath. 走上有點人線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左右兩邊都可以往低處看。我跟你說，這種氛圍就是快到三角點的氛圍。對，我們每次去爬百岳，快到點的時候都是這種路線，只是現在這個是親民型的。我們要到三角點嘍。其實這條線還算簡單。對啊，重點是標高492，這不算最高點。視野太好了吧？哇，下面是哪裡啊？苗栗。這是苗栗，這新竹。假如今天沒霧霾的話，晴空萬里，連那個海邊都看得到，很清楚。這邊是看夕陽的好地方。老師，所以它的分界是以我們後面那條溪做分界嗎？對，那個中港溪。看中港溪也是
都乾了啊。萬物沒水，這裡就沒水。對，我根本沒有看到溪啊。对啊，你們說的溪在哪里？有問題啊？沒有，真的沒很乾啊。最底下。我說缺水是不是有一點災難的感覺？但阿杰說不是，只是活得比較艱難。我們有太多的形容詞跟看法是用人類的觀點，但是我們實際走上這一趟來，包含剛才老師介紹的各種植物，包含我們找到的昆蟲動物，那其實他們還是活着，只是活得沒那麼好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也必須度過這個還沒下雨的時間點。等到雨下來了，環境可能就有變化了。今天我們雖然覺得說很乾，缺水。可是，在森林，我們走到它上游的狀態來看，我們可以發覺，其實萬物的狀態，它還是持續的運行，它不會因為不下雨就不運行。在上游的地方，如果可以達到，我們也不要過度去開發，那我覺得我们或許对水資源稍微放心一點點，稍微放心一點。本節目由台塑石油 APP 冠名贊助播出。